自俄乌开战以来，西方军援的导弹在抵达基辅前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射程缩减，比如海马斯、暴风影、金牛座等等。各国这么做的目的并不难平衡，在俄乌之间保持平衡，既支持了乌克兰，又不至于让自己家的炮弹飞到俄罗斯领土。这么做虽然有效降低了战争扩大的风险，但是却让乌克兰一直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能等着俄军的炮弹来了再进行拦截。要知道，主动进攻那才是最好的防守。好在这一事儿，乌克兰好像也没有完全指望军援，而是拎着自家的导弹对俄军发动了进攻。9月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新型武器的射程达到了700公里了，而且已经成功使它命中了700公里外的目标。我们的政府官员和军队一起将把重点专注于前线的进攻。很可惜，这则推文并没有透露是什么武器能飞700公里，也没有透露命中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则推文也透露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信息，那就是乌克兰要主动进攻了。在泽连斯基声称拥有新型远程武器不久，一名俄罗斯官员在9月1日声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普斯科夫地区拦截了一个不明物体。同样也是在一天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也发布了多条图文，宣称击毁了克里米亚半岛的 S-400 防空系统。从这张图片我们能明显的看到，乌克兰发射的正是一枚导弹。虽然乌官方没有第一时间透露执行此次任务的导弹型号，但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枚打进克里米亚半岛的火力实际上是一枚陆基版的乌克兰 R360 反舰导弹，别名海王星。如果这则消息准确的话，那么这枚改装后的海王星将是乌克兰制造的射程最远、打击力最强的地面攻击导弹。海王星导弹于2021年投入乌海军服役，当时的最大射程为280公里，规格上和苏联制的 KH-35 相仿，但海王星的打击威力更强，可用于摧毁俄排水量在5000吨左右的水面军舰。不算这次，海王星最为人所熟知的战绩是去年4月中旬击中了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巡洋舰，造成了舰体以及弹药库的爆炸。至于本次事件的主角陆基型海王星导弹，则是在今年4月加装了全球定位系统的导引装置，搭配本身的红外线目标搜寻器，可运用预载的图像来锁定目标进行打击。重要的是，俄罗斯军方的电站干扰对这类型飞弹无效。经过改装后的陆基型海王星不只能与舰射型共享发射平台，而且最大射程可达400公里，并搭载重达350公斤的常规弹头。尽管飞行速度不足，仅有900公里每小时，有被俄罗斯防空拦截的可能，但增加的射程有望成为乌克兰军队最具威胁性的地面火力。那么海王星到底是不是泽连斯基所说的新武器呢？咱们接着分析。在泽连斯基揭露新武器一天后，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达尼洛夫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20秒的视频。视频显示，一个看似是导弹的东西被发射到夜空。这段视频的配文大致意思是，乌克兰总统的新导弹计划正在实施，测试是成功的，执行是有效的。塞瓦斯托波尔在等待，勘察加在等待，卡朗施塔德在等待。达尼洛夫最后这句话听起来很有诗意，但也有那么一点威胁的意思，对俄罗斯的海军基地，甚至是对远东半岛的威胁。要知道，此前乌总统提到的700公里射程刚好能够达到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普斯科夫，几架俄军运输机被毁蚀的机场也是普斯科夫机场，此地距离乌克兰不多不少，刚好700公里。不过让大家失望的是，普斯科夫地方政府称，此次袭击俄机场的是乌军的大批无人机，并不是升级版的海王星。截至本期节目播出，俄乌官方也没有正式确认到底是哪种武器参与了此次袭击。也就是说，能打击700公里的目标的武器是不是乌克兰的海王星还不好确定。虽然基辅目前正在努力增加海王星导弹的射程，同时也在进行测试，就连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了防空系统拦截海王星导弹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了魔改版海王星有可能达到了700公里的射程。但话说回来，毕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和官方声明，本质上这事儿只能靠猜。
在翻遍了相关的推文之后，火力军突然发现武器好像并不是本次事件的核心。乌克兰方面在媒体屡屡发布战报，不管是700公里射程的新武器，还是摧毁俄军 S-400 防空系统，包括之后摧毁俄军运输机等等，这些只是在向外界传递信息罢了。在过去1个月内，乌军通过无人机加大了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攻击力度，深入俄罗斯境内的袭击和跨境破坏任务是基辅在军事和政治上向克里姆林宫施加国内压力的策略之一。与此同时，乌克兰在今年6月发起的反攻虽然不像想象的那么猛烈，但也确实逐步削弱了俄罗斯前线的部分地区。经过持续数月的缓慢攻击，乌克兰军队在穿过重重雷区后，最近几天更是突破了俄罗斯的主要防线。就在西方国家抱怨乌军反攻进展缓慢之际，反观乌军却突然发力，在南部扎波罗热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猛攻，俄军的第一道防线撕开了一道口子。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其分析中指出，泽连斯基的频繁表态和乌克兰陆基海王星导弹的亮相，意义在于让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都走向开始崩溃的临界点，让乌克兰士兵看到胜利的曙光。确实，如今乌克兰西部扎波罗热、波罗坦村以南的地区已被乌军光复。接下来1周的时间，龙牙防线附近的战况如何推进，将决定扎波罗热的整体战局。如果俄军守住了，标志着乌军此次历时多月的大反攻彻底失败。如果乌军突破了这道防线，那么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防御将陷入崩溃，托克马克和梅利托波尔都有可能失守。梅利托波尔以西整个赫尔松都将重回乌克兰的怀抱。所以在这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泽连斯基发布新武器的通知，国防部紧跟着捷报连连，一会儿摧毁了 S-400， 一会儿又炸毁了俄军运输机。这些战果一定会提升乌军前线士兵来的战斗力，也就是士气，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是什么武器能打多远，真的不重要。700公里的射程在众多西方导弹面前不算优秀，如果不是碍于战事升级，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照样也有国家援助。换一个思路就是，西方国家虽然不能援助超远程导弹，但能不能提供技术协助呢？身为苏联第2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其实拥有很强的军工研发能力，不说巡航导弹，就连洲际弹道导弹都能造。如今依托欧美的军工体系，给海王星配套一个新的导引头，又怎么能难倒乌克兰呢？答案很显然，让导弹飞得远，对于乌克兰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牺牲威力，增加射程，是全球通行的导弹增程手段。所以火力军首先表示，丝毫不怀疑乌克兰有能力研发出能攻击莫斯科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变体。而火力军怀疑的是，乌克兰究竟有多少枚海王星，够用吗？低慢小飞行物的探测是让世界各国都头疼的一个问题。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飞行物体积小，各方面特征与鸟类高度相似，非常容易被雷达所忽略。此外，低慢小飞行物身份辨别难度极大，两架长得一模一样的小飞行物，一个可能是用来灭火的，而另一架就可能是用来灭人的，甚至灭人的那架无人机在不久前还有可能刚刚参与了灭火，雷达怎么分辨呢？但巡航导弹以及反舰导弹则不同，当代现役的导弹飞行速度基本都高于500公里每小时，海王星反舰导弹的时速则是每小时900公里左右。很显然，任何碳基生物都飞不了这么快，民用飞机也不会飞得这么低，所以大致可以判断，低空高速飞往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必然是来者不善，甭管这玩意儿是飞机还是导弹，直接打下来准没错。部署在俄罗斯本土的铠甲、道尔、山毛榉眼泪汪汪地表示，这次总算是遇到一个专业对口的目标了。俄罗斯武器专家曾这样评价，天王星和海王星是一个妈生的，俄罗斯对于怎么拦截海王星非常有心得。海王星想穿越莫斯科的防空，必定就要大量发射，以增加其打击成功率。战争爆发的时候，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刚刚入列没多久，数量非常少。战争爆发后，乌克兰的军事工业是俄罗斯导弹打击的重中之重，不算组装，现阶段乌克兰能否继续生产海王星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后续生产无法跟进的情况下，那么现有的海王星一定跟不上战争的消耗。当然了，本期节目并不是要给乌克兰泼冷水，火力军认为，无论是乌军的本土防守，还是接下来的绝地反击，目前仍需要依靠北约装备。
海王星有没有都丝毫不影响战果，就像咱们上面总结的，陆基海王星以及700公里新武器的存在，纯粹只是为了提升己方士气，消灭对手的气焰，让乌克兰的本土制造也参与到这场反攻当中，或者说参与到这场最终一定会走向的胜利的战争之中，或许这也是一种尊严的体现。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些，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不见不散。